如何对付一个专门在背后说你坏话，往你身上泼脏水的小人。今天教你一个韩非子里的高级闭口术，这招有一个更霸气的名字，叫做借风散。陈学完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流言蜚语中巍然不动，而你却像个气球，一戳就炸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跟泥巴里的东西肉搏，他们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帝王术。先问你一个扎心的问题，如果你的同事、亲戚，甚至是你圈子里的人，开始到处撅你的舌根，说你人品不行，能力不行，你会怎么办？大部分人有3种本能反应：一、直接对峙，跑过去找他理论，大吵一架，试图用自己的声量盖过流言；二、澄清辩解，到处找朋友领导哭诉解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他乱说；三、心灰意冷，感到委屈，郁闷到内伤，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。但我告诉你，这3种做法都叫自投罗网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给流言提供养分和热度。为什么？因为流言的本质就是一种情绪毒药，它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喝下它之后的剧烈反应。散布流言的人，真正想看到的不是流言本身，而是看到你破防、失控，甚至自证清白的狼狈样子。你越是在意，流言的价值就越大。韩非子在《说难》中就讲了一个核心思想：言多必失，言少则安。真正成熟的君王和谋士，他们的注意力从来不在人说了什么，而在怎么让规则和环境为我所用。借风散尘这招，就是教你如何让流言蜚语自生自灭，让造谣者自己露出马脚，全程你不用说一句话，甚至不用看他一眼。想掌握这招，你得借到3股风。第一股风，借大局之时。流言蜚语是发生在低处的，它依附于琐碎阴暗、个人恩怨，而真正的高手永远在高处立身。什么叫高处？就是你为之奋斗的目标，你专注的成果，以及你所代表的团队利益或公司战略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爬一座山，而山下有人朝你扔石头，如果你停下来跟他们对骂，你就永远爬不到山顶。高手怎么做？他会像魏征当年辅佐唐太宗那样，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砸进出成果。这件事上，当有人在背后议论你能力不行，项目要黄时，你不要浪费1秒钟去反驳，你只需要把项目的关键里程碑、核心数据以及它为公司带来的巨大价值，用最正式、最无可争议的方式公开公示出来。当你的实际贡献这把刀和公司战略这把尺摆在一起时，任何流言都瞬间显得苍白、幼稚可笑。流言说你不行，但数据说你超额完成，谁会相信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碎嘴的人？你借了公司战略这股风，瞬间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流言够不着的高度，你的沉默就成了一种傲慢的碾压。第二股风，借时间之势。所有流言都有一个生命周期，它们靠新鲜感和冲突感为生，一旦没人回应，它们就会自然枯竭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狂风不会持续一早上，暴雨不会下一整天。世间万物高潮过后必有低谷，流言亦是如此。为什么你不能立刻澄清？因为你的澄清恰恰是给流言加了一把火。你越描越黑，大众越想吃瓜，你下场辩解，等于默认了这事儿值得讨论。高手怎么做？他们会选择闭口，但睁眼。闭口是不给流言提供新燃料，睁眼是观察流言的传播路径、传播者以及受众的反应。当流言传到一定程度，你保持的专业、冷静和高度的执行力会与造谣者的浮躁、反复和小家子气形成鲜明对比。人是一种追求平衡的生物，当他们发现造谣者天天在说你的坏话，但自己毫无建树，情绪激动，
你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但依然专业、冷静，持续创造价值。这个时候，人性这股风就会悄悄吹向你，受众开始感到疲惫和厌恶，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那个更稳定、更专业的一方。造谣者会因为自己的过度表演和消耗，最终成为笑柄，不攻自破。你借了时间磨平一切这股风，让你的对手死在自己的话痨里。第三股风，借系统知识最高级的借风，是借系统和规则这股最公正、最强大的风。韩非子教导君王，君无术，则弊于上臣；无法，则乱于下。治理国家靠的不是人治，而是法治和权术。在职场上，系统和规则就是你的法。那如何把一个私人恩怨转化为系统问题？假设你正在被同事恶意捏造考勤问题，说你经常迟到早退，你直接找老板解释说我没有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这是你的一面之词。高手怎么做？他会抓住公司正在推行的数字化管理机会，或者干脆自己主动倡议。他会找到 HR 或老板提议，为了避免考勤出现任何误差，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安心工作，我建议我们启用一套更高级、更透明的智能考勤系统，数据自动抓取并公示，彻底堵上任何漏洞。你看懂这个暗黑骚操作了吗？他一句话没提有人造谣我，他把问题升级为系统管理漏洞，他的动机是为了团队好，为了提升效率，阳光普照，正能量爆棚。老板和 HR 会因为更高效、更透明而立刻采纳。一旦这套透明系统建立起来，它就会像一把自动运行的阳光匕首。造谣者再想胡说八道，就必须跟白纸黑字的系统数据作对。他反驳的不是你，而是整个系统。你借了规则与公正这股风，让系统代替你完成了制裁，而你则成为了建立更高级秩序的英雄。这招借风散尘虽是暗黑学的利器，但并非万能。你使用这招的目的，必须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、更高效、更透明的良性秩序。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整人、搞内斗，那你的格局就小了。所有术的运用一旦沾染上纯粹的报复心，就会产生巨大的负能量，最终一定会反噬你自己。真正的高手是为了治世界风散尘的基础，是你自身必须足够优秀，足够站得住脚。如果流言中说你能力不行是真，你确实工作经常出错；说你品行有亏是真，你确实爱占小便宜。那么你的闭口在别人看来就是默认在建立规则和借风之前，你必须确保你的能力和贡献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韩非子的借风散尘教给我们的不是如何去杀掉某个人，而是要杀掉一种混乱阴暗，让小人有生存空间的混沌状态。最高级的权谋永远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，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秩序，让那些低级阴暗的手段自然失效。当你成为那个制定规则的人，当你站在最高效率的一边，所有的流言和攻击都不过是你脚下升腾的一缕青烟，终将被风吹散。